嗨，大家好。延續上一支影片，我們做了封包 cluster， 學會把功能整理起來。那這一次我們要再更進一步，學會把想法整理起來。這次我們要操作的幾何，它在造型上並不是特別的困難。今天將會着重在邏輯思考上。有些同學和我反映，看完影片之後還是不知道該怎麼開始。或許欠缺的就是把腦中的想法轉成清楚邏輯流程的能力。所以這一支影片，我們將會從思考出發，一步步對應到要怎麼編寫，怎麼拉出需要的電池。那我們就開始吧。影響樓梯成型的3個重要參數分別是梯寬、級高跟級深。首先，第一個步驟是生成一個可以透過 slider 調整長度的線段，然後接着使用 series 跟 move 移動它，來作為我們放樣樓梯幾何的基準線。那我會希望這個樓梯它的級高跟它的級深是可以透過 slider 來調整的，它的階數也應該要可以調整。首先，我們想創建一條可以透過 slider 調整長度的線段，我們可以使用的是 Line SDL 這顆電池。那它需要一個起始的點位，我在這邊直接給它一個 construct point， 以原點當做它的參考點。那在方向這邊，我希望它是沿着 Y 的，也就是這個綠色的軸線的方向生長，所以我這邊給它一個 Y 的方向。那在長度 length 這邊，目前我們模型的單位是公分，我這邊就輸入一個90小於200的範圍，我把它送到 length。那這麼一來呢，我們就會有一個可以透過 slider 調整長度的線段了。那在這個步驟，我的目標只是想要有一個可以透過 slider 調整長度的線段。如果你想要做的是利用2個 construct point， 然後搭配 line 這樣子來畫直線，然後你是透過移動這個點位來達到調整這個線段長度的，這樣子也是可以的，看你們喜歡哪一種方式。那接下來呢，我想要將這個線段往 X 跟往 Z 的方向同時產生一系列的移動，所以我們到 Transform 底下這邊選擇這個 Move。那我剛剛說想要往 X 跟往 Z 方向，所以我需要給它一個 X 方向的向量，還有 Z 方向的向量。那我們先做往 X 方向的移動。我把這個 line SDL 送進來 ，X 送進來。那在這個 factor 前面這邊，我需要給它的是一個 series。我們到 set 標籤底下這邊選擇這一個 series。那我們要搭配 unit X 的這個 series 呢，就會代表的是我的這一個階梯它的級深是多少，它的踏階的深度是多少。好，我們先把它送進來。那可以看到這個線段它已經往 X 產生一系列方向的移動了。那接下來我們透過調整它的這個 step 這個參數，就可以作為控制我們每一個階梯它級深的依據，就是它每一個踏階它的深度是多少。好，我們這邊先給一個粗略的數值，我這邊輸入15小於30，然後我們把它送到這個 series 的 step 裡面，也就是這個 N 的輸入端。那可以看到，我們就可以透過調整這個 step 來作為我們這個階梯它踏階的深度。那我可以在這個 slider 的前端按一下右鍵，我在這邊輸入階深。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給它加一個單位的標注，這樣我把它調到30好了，這樣我每一階都是30公分的深度。那接下來我需要將這一個線段每個都同時往 Z 再長高。好，那我的這個 Z 我一樣再給它一個新的 series。那我的這個 series 它所控制的就會是我這每一個階梯它的高度。好，那在這個 step 這邊我們就可以再給它一個 slider。
那在高度這邊，我就輸入10小於25好了，我把它送進來，然後我先把它調整到15的數值。那一樣在前面這邊，我按右鍵將它輸入接高，一樣我把它送到 Unit Z 這邊。那它的這個 count 這邊就會代表的是我這一個樓梯它總共有幾階。那我的這個 X 方向的階數跟 Z 方向的階數，它理應是要同樣的，因為這代表的是同一座樓梯嘛。所以在 count 這邊，我會讓他們是共用同一個 slider。所以這邊我就輸入一個1小於假設30的 slider 好了，然後我就分別把它送到上下這兩個 series 裡面。然後在 count 這邊，我一樣按右鍵，我在這邊輸入結束。好，那我現在這個 move 我只有讓它往 X 方向移動而已。我現在希望把 Z 方向的移動也加進來。那向量它是可以做數學的加減乘除的，這個是向量。好，所以我在這邊就給它用數學的加 addition， 把它這兩個向量加起來，然後呢，我把它送到 move 的這個 transform 裡面。那這麼一來呢，我的這個線段它就會同時往 X 移動，又同時往 Z 方向長高。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將這一個已經呈斜線方向排列的線段，再將它同時往 Z 方向移動。如此一來，我的這個線段它就會有機會是呈現階梯狀的排列的。好，我們到 Transform 底下這邊選擇這個 Move， 我直接把這個線把它送進來。我們先觀察一下它預設的單位，這個是原始移動前的，這個是移動過後的。我們從側面來看的話，可以看到，如果我的這個線段，我將它視為是這樣子的排列，它就可以是階梯狀的。好，所以我們這個往 Z 移動的方向，它該移動的單位其實就是我們前面的這一個階高。好，那在這邊我一樣給它一個 Z， 我希望它是往 Z 方向抬升我們指定的這個階高。好，我先把它送進來，這樣。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呢，就是將這個移動前的線段跟這個移動後的線段，我需要將它們這兩個的資料排列的順序，讓它是有點像階梯狀這樣子，可以串聯起來的。因為現在原始這個綠色這個它的分布的順序是0、1、2、3、4、5這樣子的排列，那同時這個它也是0、1、2、3、4、5這樣子的排列。我現在是希望它可以是0、1、2、3、4、5、6，讓它是呈現階梯狀的。那我會需要將這兩個資料有點像交織編織這樣子的方法把它串聯起來的話，我們可以到 Set 標籤底下這邊，我們選擇用這個 With。 這麼一來呢，我把起始的先送到0，後編織的這個我把它送到1。這個 Wave 的電池，我們前面的影片也有介紹過，它會按照我提供的這個 pattern， 也就是0跟1的順序，它會把我這兩筆資料按照順序的編織起來。這邊我很快的顯示一下它的數值。好，原先是這樣0、1、2、3、6、7的排列，這個也是0、1、2、3、4、5、6、7的排列。我們透過 With 把這兩筆資料交織起來之後，它的順序就會變成是0、1、2、3、4、5、6、7這樣子的排列。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等一下使用 Loft 可以直接成型的線段的順序了。我們就到 Surface 標籤底下這邊，我們使用這一顆 Loft 放樣。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送進來。那可以看到現在 Loft 它的這個曲面它是有點曲線形狀的，那我會希望它在 Loft 的時候它是直接直線這樣子連線過來。我們在 Loft 的這個 Option 這邊，我們可以按一下右鍵，在 Loft Option 這裡我們可以選擇 Straight，
讓它是直的，這樣子它就是一個簡單的階梯狀了。那如果你希望你在這個 canvas 上面可以很直觀的去看到這個 loft， 我們有做這個 loft option 的更動的話，我們可以在 surface 標籤這邊有這個 loft option， 它可以將我們這個選項，它可以把它做一個外部的顯示。那我們就在這個最下面這邊有它 loft， 有它放樣的種類。這邊這幾種數值呢，分別就代表的是我們剛剛在 loft option 底下這邊有看到的這幾種。那我們現在選擇的是這個 straight 直的。好，那在這個 type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輸入2的話，它會代表的是 tight， 如果輸入3代表的會是 straight， 所以在這邊我們會需要給它輸入3。好，這麼一來呢，我們就可以透過用外部顯示的方法來提示目前這個 loft 我當前使用的是 straight 的這個模式。這樣，那當前這個樓梯它有2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做成型的時候，最後這一片它像是只做了一半，它不是一個完整的一階。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做成型之前，我們是使用線段 move 來做放樣。那我們在把它做 move 的時候，我們是直接把這個線段直直的往上移動一個階高的單位，所以我在 loft 的時候，它最後一段就是這一段直直的，看起來會是不完整的。那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前面這邊這個在做希望是呈現階數的這個參數，它目前是有9階，所以我們會希望它實際在 3D 裡面幾何的階數就應該要是9，但我們實際來數一下，它只有到8階，1、2、3、4、5、6、7、8，那會有這個1的數值的差異，是因為我們使用的是這個 series 的參數，它在一開始 start 的時候，它移動的這個0，它也被計算進去。但在我們人類的世界裡面，我們會覺得這個開始它才是1的計算，但是在電腦裡面，它會把這個視作是第1個。所以在 count 這邊，我們可以按一下右鍵，在這邊給它輸入一個 x+1。那如此一來呢，不管我們輸入什麼樣的數值，它在送到這個 series 的電池的時候，它在這邊都會自動給它做+1。所以我們在表面上我們看到它是9階，直觀上應該是9階，但它實際送進來程式計算的時候會是10。那這麼一來呢，這邊階數 slider 所顯示的數值呢，就會是實際我們 3D 裡面該有的一個階數。那接着呢，我們來處理一下它最後面這一段只有直線線段的問題。我們可以在這個 move 的這顆電池，我們將它最後一條線，我們將它做剔除。那我們就可以到 set 標籤底下選擇這個 core index。我只想要將最後一個編號的這個線段刪除。那我們在這個 index 這邊，我們可以輸入-1。那這麼一來呢，不管你現在當前這邊有幾個資料，它都只會剔除最後一筆。好，在這邊我就把它跟原本這個 wave 送進來的線段，我把它替換掉。那這麼一來呢，我在 wave 的時候，我就不會編織到這一條落單的這個線段，我把前面這邊都先隱藏起來。好，那這麼一來呢，我們這個電池組就算是完成了。接着我們進入第2階段。在剛剛的步驟裡，我們樓梯的總高是會隨着我們更動階數階高而有所改變。那在接下來呢，我希望我們的樓梯它是維持在一個定高之內，一樣我們有一個可以控制階寬的參數。那我也希望這個樓梯它的階高跟階深是可以更改的，但是我希望這些變動都會維持在一個定高裡面。
接下來呢，我們可以把剛剛的這些定義全部框選起來，然後我們把它往下複製一組。那這個 loft 呢，我讓它維持是內部的一個 option 的顯示，這樣電池會稍微少一點。我們如果是希望在一個固定的範圍裡面來做切分的話，會使用到的是 range 這一顆電池。我就把這個 series 先刪除掉了。好 ，range 呢，我們會需要搭配的是一個 domain 閾值。我們就到 math 的標籤底下這邊選擇這一個 construct domain， 我們來建構一個閾值。那我們的這個定高呢，假設高度我讓它維持是在380的一個高度，我在這邊就使用 panel 的方式來輸入這個數值，我把它接到 range 的這個 domain 裡面。range 的這個 n 它就代表了我這邊會需要切分成幾階，也就是我們的階數。那這個階數的 slider 我就把它送到 range 的這個 n 裡面。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切分完後的這個 range 呢，送到我們原先要逐層抬高的這個 z 的這個 factor 這裡，我把它送進來。接下來呢，我們再把原先的這個斜線，我們都有再把它固定往自己抬升一個階高嘛。我們現在的這個階高呢，它就不是我們從 slider 這邊調整的這個數值了，它應該要是我們這個 range 切分完出來之後，它每一層的這個高度。那我們如果想要知道當前的這個階高是多少的話，我們只需要將這個 range 它的這個數值，也就是第一個數值，我們將它取出來，這個就是當前它每一層的一個階高。那如果我只想要單獨把這個數值選取出來的話，我可以使用 list item。好，我們在這邊把它接進來，然後在 item 這邊我輸入1。好，我們來觀察一下，所以我現在當前的一個階高就是54公分，好，非常的陡，我就把它送到這個 move 的這個 unit C 這裡。好，那我們現在呢，就可以把這個 range 的這個階數，我現在是只有假設是7階的位置，我就可以把它增加一點，讓它變成是我每一階的階高，它是比較合理的一個數值範圍。那這樣呢，我們這個樓梯就是改好了，它一樣是可以調整階寬跟階深的。然後它是在一個定高380的定高底下去做不同階數的一個劃分。那接下來呢，我會希望這個樓梯它的側面，它是可以有一點實體的厚度的。我們前面這邊都是只單純做一個單層的一個面嘛，它看起來有一點單薄。那接着我想要把它變成 solid 的邏輯是，我想要在它的側面這邊，我想要繪製一個連續的一個輪廓的線段。好，假設到這邊，我想要繪製一個這樣子的線段，然後將這個線段往 Y 的方向來做擠出，這樣子它就會是一個實體的一個 solid 的樓梯。好，那接下來呢，我需要做的就是我們把剛剛 width 的這個線段，這個是線段，這個 loft 面我就先不用它。我們這個線段，我想要把它的頭點，就是靠近這個的位置，我們把它取出來。那我在這邊使用的是 endpoint， 它可以把一個線段的頭尾端點取出來。那因為我們的線剛剛都是從原點往 Y 方向長，所以我們的起始點，我們的 start 就會是靠近 Y 等於0的這個位置。好，那接下來呢，我想要把這個點串起來，把它變成是一個連續的 polyline， 我們就到 curve 底下這邊，我們選擇這個 polyline。好，我直接把這個起始點送進來，這樣它就會連續的串起來。這邊的點我就先隱藏起來。好，那上面這個連續的線段有了，接下來我要做的是，我要畫底下的這個這樣子的線。好，接下來呢，我想要將這幾個點，這個點跟這個點，我想要將它往 X 方向移動。
這樣移動，然後可以把它這樣子串起來。好，那我們就把這幾個點單獨的選取出來。我們一樣到 Set 標籤底下選擇這個 List Item。我如果要選這個點的話，就是 List Item 編號0的這個位置。那如果要選這個點的話，是 List Item 編號-1、-2、-3。好，我這邊就輸入-3。所以我要同時把0跟-3的點選取出來。那這兩個點我都會希望它往右邊，也就是往 X 的方向移動。那移動多少？移動的這個深度就會是我們前面這邊接深的這個參數。好，我在這邊先給它一個 move， 給它一個 move。那一樣我需要往 X 方向移動，移動多少是我們前面這一個接深的參數，我把它一樣送到這個 unit X 的 factor 裡面。好，這樣子的話，我這個兩個點就同時都往 X 移動，現在是24個單位這樣。好，那接着呢，我就只要把這幾個點把它按照順序串聯起來就可以了。那我們來觀察一下它現在的順序。我如果直接把它串聯起来，它會是0、1、2、3這樣子的一個順序。但是我希望它是0、1、2、3這樣子的順序。我們可以使用 Weave 像剛剛一樣，透過編寫它的這個 pattern， 把它按照我們想要的順序串起來。又或者呢，直覺一點的方法，我們可以直接使用 Merge 的這顆電池來將我們這幾個點，我們把它按照我們想要的順序串聯起來。那我現在想要串的這個點，它的第一個點是我們原先選取0跟-3的這個編號0的這個點，-3的這個點我們反而用不到。好，這個是我們第一個點，然後接下來第二個點跟第三個點呢，就是這個點跟這個點。那最後一個點呢，會是我們這一連串點裡面的這一個點。好，所以我現在會需要把這一連串的點，它的編號-1的這個點，我也需要把它選取出來。我在這邊一樣給它一個 list item， 然後呢，我輸入的是-1。好，我把它往下移。好，然後在這邊我一樣再給它一個 list item。好，這麼一來呢，選取到0跟-3的這個0的這個位置，我就可以單獨的再把它選取出來。好，這個是我第一個要編織的點。這兩個移動過後的是接下來要排進來的點。最後一個點是這個-1的點，我把它送進來。好，一樣我在這邊給它一個 polyline 串聯起來。好，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就畫好這一個底下的這個線了。那我把前面這邊的點位都先隱藏起來。我把這兩個線段，我們要把它 join 起來。那 join 起來之前呢，我會習慣先用一個 merge 把它集結起來，這樣比較視覺上比較有一個資料彙整的感覺。我們把它集結起來之後呢，再用 join 把它連起來。好，這麼一來呢，我們就有一條封閉的一個線段了。那我們要把它做擠出之前呢，我可以先把它形成一個 surface， 讓它是直接使用一個 surface 來擠出。那我們就把這個 join curve 後面這邊，我們再給它接一個 boundary surface， 因為我現在知道它這個是一個平的面，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boundary surface 來形成一個平面。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将這個平面來做擠出。那我要擠出的方向是沿着 Y 方向擠出，那擠出多少的這個參數，就會是我們前面在設定這一個線段的寬度，也就是這個階梯寬度的這個 slider，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沿着 Y 方向擠出的參數了。好，我們在這邊一樣給它一個 Y，
然後在 factor 這邊呢，我就把剛剛前面這個接寬的參數我把它送過來。好，然後前面這邊我都先隱藏起來。這麼一來呢，我們就做好一個實體的階梯了。那接下來呢，我們可以針對這個階數來做視覺的顯示。我們會使用到的是在 display 底下的這個 text tag 的這顆電池。那它會需要提供我們要顯示這每一個標籤的位置。我們取這每一個階梯線段的終點，它的中間點來當做我們要放編號的位置。那我如果要取終點的話呢，我們就使用這個Curve Middle 的電池，我們可以很快速的來取得到一個線段的終點。我把它送到 Text Tag 的這個 Location 這裡。那我這邊有20階，我會希望它顯示的就是從1開始一直排列到20的序列的數字。我們就給它一個 Series。那在 Series 的 Start 這邊，我希望它是從1開始，所以在這邊我就給它一個1。每次遞增是1，這個維持不變。在 Count 這邊，我們需要輸入的就是目前的這個階數，我把它送進來。那這麼一來呢，我就會產生一個從1開始一直排列到20的一個序列數字。我們就把它送到 Text Tag 的這個 Text 裡面。那這麼一來呢，我就可以看到我當前所有的階數是到多少了。那在第3階段，我希望可以在總高這邊加入一個判斷。當高度大於300的時候，想要加入一個階梯的平台。那一樣，這個平台它的寬度或者是深度，也一樣是要可以透過 Slider 來做調整的。我們可以把剛剛第2階段的電池全部窗選起來，然後往下複製一組。那我們剛剛提到是當大於300高度的時候，我希望它可以做新增平台。那300以下的話是讓它維持我們現有的這些參數的邏輯。那我在這邊我就先輸入一個250小於400這樣子的 slider。好，我把它替換掉。那在這邊我一樣按右鍵，我在這邊先輸入一個總高好了。好。現在是小於300，那我希望它大於300的時候要做新增平台，那我在這邊就給它新增一個 math 的大於的判斷。好，我在這邊把它送進來。當我這個數值大於3的時候，我希望它做一個判斷。好，我現在這個數值大於300，它是 true。這邊我先把它這個線段接前面的這個線段，我先把它 back 回 Rhino 來做一下示意。我希望當它大於300的時候，在我這個階數中間的這個位置，我現在是23階，所以除以2的話，大概是12階這個位置。我希望在這個一半以上的階數，我都要把它往 X的方向一起移動。那這麼一來呢，我在中間這一段這邊就會形成一個像平台的階梯了。那剛剛這樣子從中間切一半的這個動作，其實對應到的就是我們 Split List 的這顆電池。好，我們要切的呢，我先把這個接過來當示意。我們要切的呢是從中間的這個編號的 index。假設我現在是22的話，我中間的編號是11。好，所以它會有一個數學的聯動的關係，是我中間的我需要取的這個 index 就是我目前階數，我把它除以2就可以了。好，我們在 math 底下這邊選擇這個 division， 我們在這邊把它接過來，然後我輸入一個2。好，我直接把它送到 split list 的這個 index 這邊，然後我在後面這邊我先接一個 curve 來示意一下，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是中間以前的跟中間之後的，這全部的線段它就被切分成2個 list 了。那我現在要做的就是我要將後面切分成後面這邊的，我都要把它往 x 移動某個數值。
好，我稍微調整一下目前電池的狀態，我把這邊都窗旋起來，然後把它往後移動，移動到這個家，我希望它都往後移動一點，因為我們中間這邊要新增一些編輯。好，我剛剛是將這個線段來進行 split list，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在series 搭配 unit x 這一個階段，我們就直接給它做 split list。好，這個我先把它剔除掉，這邊我把它稍微往下移動多一點。好，我們現在呢已經把這個移動的 x 把它切分成移動這一區跟移動這一區了。那我希望的是在移動後面這一區要多移動 x 一點，所以我在這邊我讓它加，向量可以做數學的計算，所以在這邊我們用加，讓它多加一點 x。那在 B 這邊就是我們被切分到上面的這一群，我們的這個 B 這邊我希望它多加一點 x。那在這邊我一樣給它一個 unit x。那我要加多少數值呢？這個移動多少的數值會牽涉到的就是我們平台的深度。那在這邊我先輸入一個10小於200好了。好，這個呢就是我們的平台深度。好，我把它送進來。那在切分之前，也就是下面的這一區呢，我們讓它維持不變。所以在這邊我們一樣給它一個 merge。好，我把它送進來，送進來。接下來呢，我們就把它跟原先的這個 unit x， 我們把它替換掉。好，那我們先把這個有做 solid 顯示的，我先把它做隱藏。我們先用 loft 來看就好。那這樣子就可以看到，我們中間這邊就已經明顯的產生了一個可以調整深度的平台了。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剛剛這個有大於300高度的判斷，我們把它加進來。因為現在是不論你高度是多少都會有平台，我們在這邊可以給它一個 string filter， 這也是在上一個影片有介紹到的 string filter。當我們的這個高度大於300的時候，它是 true， 接進來的時候true 的話是1，所以它會讀取的是1這邊的數值。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string filter 當作是我們要加多少 x 的這個判斷。我把它往上移動，當我大於300的時候，我才需要加平台深度。當我小於300的時候，我就不需要加平台的深度。所以我在这個小於300的這邊等於 false 這邊，我給它一個0的數值。好，然後我把這個平台深度，我把它送到 string filter 等於 true， 也就是1的這個輸入端，然後我把它替換掉我們要輸入的這個 unit x。好，這麼一來呢，當我現在這個高度273，現在是273，它小於300是 false， 所以送過來這個 string filter 的時候，它會讀取的是 false， 也就是0的這個 get， 它這個 s 後面這邊標示的是0，所以我現在送進來的數值呢就是0，我每個 x 都加0，也就是它沒有去往右邊，沒有去往 x 方向移動。那當我的高度大於300的時候，我這個大於300是 true， 所以我這個 string filter 它現在讀取的是1，也就是 true 的這個輸入端。那我現在這個1的輸入端要加多少？要加135，也就是我這個平台的深度。所以現在這樣子也是可以透過 slider 去做調整的。好，那基本上這樣子大於某個高度要新增平台的判斷，我們就增加好了。那接下來我們需要做的更動呢，就是在後面這邊它需要長 solid 的時候，它會現在目前是有一點錯誤，因為我們原先是只把這個這樣子做連線嘛，
它在平台這邊目前會沒有辦法順利的成型。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我要新增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的點位，我要讓它變成是到這邊它是會停頓的，然後這邊沿着平台去長，然後再長上來變成這樣子的肉厚。好，那如果我們要把這個點位跟這個點位都個別選取出來的話呢，我們先來觀察一下現在這個 point 它的序列編號是怎麼樣的。我們用這個 point list， 然後讓它做一個顯示。那可以看到它的編號就是16跟14。那它跟我們前面這個我們已經除以2過後的這個關係，就是我們把這個已經 split list 切分開來的這個位置，我們把它乘以2，就會是我們應該要選取哪一個編號的位置了。所以我們在這邊給它一個乘，我們把這個 division 把它送過來，然後把它乘以2，這樣，然後給它一個 list item。好，我要選取的就是這個點，然後是乘以2的編號，所以現在會選取到16的這個位置。那這個14的呢，它就會是我們前面這個乘以2的這個數值，也就是現在是8，我們把它減掉1之後再乘以2，就會是現在的這個位置了。好，我們在這邊給它一個減。那如果我們要整理的話呢，我們可以在前面這邊點2下，在這個線段上面點2下，它就會新增一個節點。好，我們把這個數值送過來，然後我想要的是把它減1，減1之後呢再乘以2。好，一樣我給它一個 list item。這麼一來呢，我就會選取到的是這個，也就是編號14的這個位置。好，那這樣這兩個點都選取出來了，我們就個別呢把它往右邊移動跟往下移動。那我們先來移動這個好了，編號14的，我需要把它往右移動，我們給它一個 move。那往右邊就是往 x 移動，那要移動多少呢？就是移動我們一個接伸的位置，這個參數。那我們這個參數，我們剛剛線這樣連過來，可以看到這邊已經有一個往 x 移動一個接伸的這個電池了，我們這邊就可以重複使用它。我這邊直接把這個 unit x 送過來，這樣我就往 x 方向移動一個接伸。好，那同樣這個要往下的，我一樣先把它送過來。那這次我要把它往下移動多少？我要移動的是一個接高的位置，也就是這個位置。那一樣在我們前面這邊連過來，這邊已經有一個 unit z 有使用過了，但是呢，這個是往上往正的方向移動。接下來我想要的是往下，所以呢，我在這邊給它一個 negative。我們到 math 標籤底下這邊選擇這個 negative， 讓它變成是負值的。好，我把這個 unit x 接過來，然後把它送到這個 move 的 transform 裡面，這樣子呢，它就變成是往下移動一個接高。那接下來我們就只要把原先的這個在前面的這個 merge 呢，我們把它調整一下目前的這個順序。那我就把這邊都先雙選起來之後往右邊移動。好，我們來調整一下它的順序。我們現在這個 move 的這個位置，它是一下子就選取到這兩個點。那我現在會需要把它拆分開來，因為它中間要插入這兩個我們剛剛新的移動過後的點。那如果要把它拆分開來的話呢，我們可以一樣再給它一個 list item。好，我把它送進來，然後我放大一點，按一個加。好，這麼一來呢，我們就可以單獨的把底下這個點跟上面這個點，它就可以個別的都變成是一個新的輸出端。好，那在這邊我們來觀察一下，第一個點是這個點，沒有錯。好，第二個點就是剛剛拆分出來的底下的這個點。好，那第三個點是這個點，
第4個點是這個點，我把它按照順序排好了，我把它往下移動，這樣稍微調整一下。好，第3個點是這個點，第4個點是這個點，那這2個是連續的嘛，我們就把它先 merge 起來。好，然後我再把它送到新的這個3的這個位置 ，data 3的位置。好，這樣串起來。那接下來下一個點就是這個點，也就是這個 list item 加1的這個點，我把它送到 merge 的 data 4。好，那接下來最後一個 data 5呢，就是我們 list item -1的這個位置，我把它送進來。好，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就完成了這一個底下的這個輪廓線了。所以呢，我們現在這個 extrude 它應該就是已經是完整的。這個 loft 我就先把它隱藏。這個也隱藏。這邊我們會需要再給它新增一個判斷是，當只有高度大於300的時候，我才會需要增加這2個點；小於300的時候，我不需要加這2個點。那我們一樣給它一個 string filter。好，我們把前面有沒有大於300的這個判斷，把它送到我們後面這個 string filter 這裡。好，當我們等於大於300是 true， 也就是1的時候，我要把它送到這裡。那當它小於300，也就是 false 的時候，我就讓它維持一個空的一個輸入端，就是這邊我們不需要新增任何新的點。好，那在這邊我就把原先的這個 data 3，我們把它替換掉，是有這個 string filter 的這個點。好，那這麼一來呢，就不管我前面這邊高度是多少，它就會對應到我應該要新增點，或者是不要新增點，這樣。好，那我們這個電池組就大致完成了。但是呢，目前它有一個小的 bug， 是在階數這邊。我們目前這個階數它是偶數的，當我的階數它變成是奇數的時候，好，可以看到它這邊斷面就變得有點奇怪。那這個原因呢，是因為在我們把前面這個 split list 這裡，它的這個 division 除以2的時候，當我們是奇數的時候，它這邊會變得是有小數點，也就是變成是 8.5。那我們把它送到 split list， 把它當作是 index 的時候，它這邊呢就會自己的進位，它就變成是9。那它這個9就會跟我們後面這邊的我們要移動的這個點位的位置，它會差了一階。好，我們可以來觀察一下。我把這個 core index 把它接到這裡，我們來看一下。好，我現在移動的是9的，我 split list 切的是9的這個位置，但是我所有更動到的卻是在前面一點，也就是8的這個位置。所以呢，我這邊應該要做的是，我要把這個 division 後面這個 8.5， 我其實只需要取到的是8的這個位置，也就是我的小數點需要無條件的捨去。那我們會使用到的呢，就是在 math 底下這邊有這個 round， 這邊可以選擇小數點進位的模式，有無條件進位跟無條件捨去，分別對應到的就是 ceiling 跟 floor。天花板取的話就是無條件進位，那 floor 的話就是無條件的捨去。好，我們在這邊把這個 division 送進來。好，所以如果 8.5 無條件捨去的話，就會是8。那在這邊呢，因為現在同時有分別送到 split list 跟後面這邊這個 relay 的輸入端，我們就可以按住 Ctrl 跟 Shift 鍵，我們把它替換過來。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接回去。好，那這麼一來呢，不管是在偶數還是奇數的時候，都可以維持在一個正常的狀態。接着是3個不同階段的程式流程圖，蠻推薦同學在需要幫忙整理想法時，可以來繪製對應的流程圖。那這是第1階段的。首先，我們先使用了 line_SDL 來作為起始的參考值，所對應輸入的參數是樓梯的寬度。那接着我們使用的 move 跟 series 來產生一系列的移動，它所對應的參數分別有階高、
接伸跟接束。接着我們使用 weave 來將前面的這些線段按我們需要的順序編織起來。最後呢，使用 loft 來形成連續的折面。那到第二階段時，在 series 這邊變成是以 range 來控制為線高，因此我們輸入的數值變成是樓梯的總高。那接着在後端的部分繪製了對應的斷面，並將它擠出形成實體。到第三階段呢，我們新增了一個高度的判斷，並且搭配使用了 split list 來作為我們輸入平台深度的參數。最後的回顧，因為剛剛流程圖已大致說明過，這邊就不再重複。有興趣的同學也可以利用上一支影片有介紹的 cluster 封包，試着把這一次的案例做成自己專屬的樓梯封包，或者是延伸成 L 型樓梯、U 型樓梯、旋轉樓梯，都可以試試看。如果還是不知道從何開始，請試着從最小的問題着手，將 Grasshopper 帶入到你目前的工作之中。當你試着自己操作，才會獲得更多的進步。那這是今天的案例，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哦。想大力支持我的您，也歡迎使用超級感謝的功能。那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